馆长是不能聚众拍摄，如果没有申请，在任何地方都是。馆长如果拿一只手机就没差，每天一早王骁就跑去帮他申请入群。但馆长不知道王骁从头到尾没有自己开直播，没有自己在 B 站贴，都没有。民进党讲的叫做，因为他是馆长，所以特许给他，其他人都不行，没有这回事。任何人去申请都可以。沈伯洋他所列管的要被列为高风险族群的人，一种叫台商，另外一种叫在中国有妻小。沈土城先生两种都有，一他是台商，二他在中国虽无妻但有小，要加码3等亲，他自愿自己列管自己不就好了？对啊。双标就是这样嘛，他如果每一次接受访问，台商这种全面管，像我爸是台商，我也支持他。对沈伯洋来说，中国台湾4个字是有味道，爹味，爹味。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馆长看起来除了休息时间都在开直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令法规，是不能聚众拍摄，如果没有申请，在任何地方都是。馆长如果拿一只手机就没差，但他带了一个30几万的团队去，每天一早王骁就跑去帮他申请入群。这件事情馆长不知道王骁从头到尾没有自己开直播，没有自己在 B 站贴，都没有。在大陆工作的、就学的、经商的非常非常多。光是去年去大陆旅游，居住在大陆工作、就业的、求学的，可能有30-40万人啊。所以台湾人对大陆是非常了解。这30几年来，我想全世界最了解中国大陆的大概就是台湾人。馆长这一次去他好像把台湾人都当作对大陆很无知，说谈什么有没有厕所啦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台湾人是非常了解大陆，而且非常了解中国大陆这30几年来的变化跟发展。就是说，希望他能够去看到更多的东西去旅游其实往往看不出来社会的真实面。其实我可以建议馆长能够在那边久住，那多看看多了解，就知道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态。他意思就是在酸馆长就别回来了啦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就引起了馆长的不爽。叫馆长会没有经过特别的许可。我只在棒赛，英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那就废话一堆。我刚刚看到非常多外国人，他们也是手机拿着在开直播，我就觉得这么超没水准，连这种东西也在掰。不过我还是讲谢谢你你再打用力一点嘛，你再打用力一点，我的粉丝就更爱我一点。讲不出个屁，整天在讲我。你改名叫馆长研究中心好不好？对啊，民进党团民进党团立委也改叫馆长研究党团，干脆都把名字改掉，整天馆长，我是你爸还是你妈？我都很想去，但是要他觉得盯上我们，害怕就回来的时候又被逮捕，或者要被监听。虽然是很光明正大，我呢是不怕被羁押，被羁押对我们来说，你看政治迫害，担心我羁押之后我服务处没人付房租，被羁押还有薪水没有停止因为民意代表没有上不上班的问题都不开会，这样也可以领薪水民意代表你不要偷臭陈菊院，院长是照领不误对馆长这次去我觉得非常好，那而且可以有45万人在线，而且梁文杰讲的这些话呢，目前绿营为了要去臭馆长，其实已经各种逻辑错乱跟矛盾，包含是第一个，在沈伯洋事件告诉大家不要去抹红别人，结果转过头来就来抹红馆长，这配合了什么统战？他也没跟任何中国大陆的官员见面。33之一条是一条霸王条款，那国民党立委应该要去修因为它是禁止任何一切形式跟中国大陆党政军以及涉台单位的一切形式合作。这个一切形式4个字包山包海，什么都可以包。所以我买机票，我也是跟东方航空跟厦门公司合作，没错。我出机场，这也是合作。我打车也是合作。33之一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这一条来罚，如果认真要罚的话。所以馆长这一次如果要用33之一条来办，一定可以办。这样可能有点过度延伸。王骁他是民革。他是国民党，也是党因为我们33之一条规定党政军没有规定是共产党，你跟大陆的任何一个党政军，而且涉台单位对吧？我办台胞证基本上就跟涉台单位合作，申请也是要合作申请拍摄那是要合作馆长直播一定要受到许可，这个话呢对也不对，因为民进党讲的那个话叫做因为他是馆长所以特许给他，其他人都不行，没有这回事，任何人去申请都可以，只是因为馆长他不知道这件事要申请。甲亢哥也是有申请那个团队更大，他还有保安还有很多保安，每一次的直播几乎都是水泄不通。但我觉得就算在台湾，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么大阵仗的，那也要申请。比如说我们至少可能要有个警察在旁边稍微的看着，然后帮你搜证做基本的维安。如果你是一个阵仗大到不行，对它是统一的，它有一个条例，各地警察局他们就是你去申请。今天陆委会这个话，这错误的点就在于说，他觉得任何人直播都要申请，这不是嘛？就很多老外都在那边直播，很多老外也都在那边拍。王文杰讲的倒是蛮好玩的一点，他讲说台湾人对大陆很了解，绿媒整天造谣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出来驳斥？你不是乐见这些造谣吗？所以280万人都去大陆，这不就刚好打脸了你们自己讲说去大陆很危险，叫大家不要去嘛？为什么还要把大陆列为橙色警戒呢？依照民进党的讲法，去大陆很危险，被消失。你民进党根本应该拍手。如果馆长在大陆直接把他被逮捕，馆长被消失，你们民进党高兴疯了，对不对？立刻就讲，你看大陆多糟糕，民进党巴不得馆长死在大陆，巴不得馆长在大陆出到意外，好宣传大陆多糟糕。在大陆开枪绝对会比在台湾开枪
更容易找到。馆长当初被这个保和会开了3枪，也是很快找到凶手。那但是背后的谁主使到目前查不出来。大陆如果有人买凶，个人猜测应该可以更快找到真凶。民进党肯定是巴不得这个馆长在大陆出意外。对，在大陆开枪20年起，20年起跳。我们在台湾开枪3年吧，5年吧，然后如果在假释，没有假释就是1年多就出去了。就是拜托不要再把中国跟中国人跟中共混在一起。其实你在中国呢看到呢，不管是他的建设，或者说看到的中国人跟中共这一个政权完全是2件事情。如果今天中共这个政权呢说要攻打台湾，说要并吞台湾，他的建设再怎么好，他的人再怎么好，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在法律上呢，他就是我们的敌对国家。你敢来吗？你敢来吗？如果你开嘛，如果你人家愿意啊，你讲嘛，好，我讲去中国看一看。然后你听他怎么讲，人家说好，如果人家说好嘞。如果人家说好了，不会对你怎么样了，你敢来看看吗？你敢来直播吗？哦，这种人就是废话一堆，然后整天洗脑台湾人民。民进党在那边造谣说什么台湾人去大陆都会被消失啊？那今天陆委会梁文杰自己出来的讲话就打脸，一年有280万人次那种消失。如果按照民进党讲的，去大陆就会被消失，民进党才要拍手叫好，因为去大陆的就是偏蓝的比较多，所以3年下去，那台湾人口少一半，票投国民党的少一半，民进党不就保证连任？民进党根本巴不得蓝营的通通都消失，这样未来下一届选举赖清德保证连任，民进党高兴死了。民进党怎么可能想要保护偏蓝的人呢？他巴不得这些台商啊、台生支持9二共识的国民党的这些支持者，通通都滚去大陆，赖清德得票暴增，再度打脸了民进党各种造谣说大陆很危险。沈伯洋还说希望馆长一切平安，不要被抓，然后馆长立刻反呛，那你爸也没遇到危险。沈伯洋他所列管要被列为高风险族群的人有2种，一种叫台商，另外一种叫在中国有妻小。沈土城先生2种都有，一他是台商，2他在中国虽无妻但有小，他是高度列管者。再加沈伯洋说要加码3等亲，他自愿，那他现在就自己列管自己不就好了？对啊，他也不列管他自己，他双标就是这样嘛。他如果每一次接受访问，他说我觉得台商是高风险要列管，像我爸是台商，我也支持我爸列管。然后我民进党提案都是蓝白在打，他这样不，你自己先自己列管就没有双标。对啊。所以回过头来说，我觉得他的这个收视率很高，同上呢有20几万的然后高峰又到40万的啦。就像他去看4行仓库，宫宴跟续宴，然后都是这样去穿古装，然后看这个古装的这个餐饮。那续宴好像那个场地更豪华一点。当馆长去看4行仓库，他的那个感动啦，因为我真的都会感动。以及呢，他看到那个国旗的时候，要拉近这种两岸之间的距离，当然本来就是从文化历史来做切入嘛，因为大家还是有同样的历史记忆，还是有同样的文化根源，至少30岁以上。对，30岁以下，因为那个读化教育已经很深了，就是他可能根本也没有什么中华的历史啊。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比如说带历史哥去逛孔庙，可能就会比较有 feel。故宫啊、紫禁城、鹳雀楼，就是这种历史的名胜古迹，我们比较 feel。第二种就是民国的相关历史，你至少在里面可以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看得到你会觉得很有 feel。或者呢，推翻满清到建国时期的一些历史遗迹、历史故事，或者像重庆的很多抗战的历史遗迹，对于在台湾生长的人来说，会比较有感情。这个感情跟这种纯粹看到都市光鲜亮丽。当然又是另外一种光鲜亮丽归光鲜亮丽嘛，纯粹会觉得说啊很美啊、很漂亮啊、很先进、很进步啊，固然也会让人心驰神往啊，也会觉得是一种美的欣赏。但面对文化历史以及跟民国相关的一些记忆，那个才是有助于，我不要讲统战，是更加有助于心灵契合的，至少对30岁以上还是稍微有效的。那当更年轻的不知道，也可能有效，但我觉得效果可能会低落。所以我是个人啊，蛮期盼馆长如果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更应该再去多走走逛逛。因为像这些景点，比如说4行仓库，柯 P 也去过，马英九也去过，所以呢，在这边还是很支持有影响力的人还是可以去多走走逛逛，尤其多看一些这种民国的相关的遗迹或历史的场景、故事，尤其这些故事在台湾都不教。八七囧去台北市，去问路人，你知道八百奶茶哪里有吗？路人说我知道啊，国父纪念馆啊，八七脸上接大。馆长说台湾有800块的奶茶。打个 Grace 来上节目，通报费照给啊！骑手瑞斯上门送头。我当时也建议中天可以找 Grace。其实中天应该找 Grace 来吹一下。对啊，你就看他顺势转正。对啊，对不对？而且或者说，你就看 Grace 在上中天的节目的时候敢不敢撒野？不是啊，他被绿营排挤，然后我们当然可以笼络嘛，把它变蓝啊，对不对？但蓝营要多添一个废物的。但也不一定啦，搞不好他来中天，觉得中天的观众没有办法给他温暖。